各位 ，ChatGPT 除了聊天、生图，还有聊天、生图、查资料。ChatGPT 除了聊天、生图、查资料之外，还可以算命吗？没有错，今天呢，我们是来教大家如何使用 ChatGPT 来帮你算命。不管你今天是要西洋星盘啊，还是紫微斗数、八字流年之类的，今天一并都会告诉大家哦。那今天呢，我们当然会讲到很多的指令嘛。如果你想要取得这个指令的懒人包，就是我全部都整理给大家，你们可以到 Instagram 直接私讯我算命，我就会把这个懒人包直接私讯给你，那你就可以复制贴上，完全不需要动脑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用 ChatGPT 来帮你算命吧。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用 ChatGPT 来帮你看手相。那看手相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先拍照啦，就是你先把你的左右手都拍照，你可以拍同一张，又或者是分2张拍都可以。那我们就开一个新的 ChatGPT 的视窗，那这边我们就直接上传。好，上传完之后呢，我们就输入我们今天的指令，就是帮我2张手掌看手相，然后分析我生命线啊、感情线、事业线代表什么意思，并且讲出你的依据。那我们就直接把它送出。好，那这边呢，他就直接告诉我的生命线、感情线之类的代表什么意思，然后里面就有讲说我生命线呢什么，感觉蛮清晰的，然后弧度也够长，这代表说这种人呢比较会照顾自己，而且比较有安全感跟耐力，也不能说他错啦。好，就是再来呢是感情线的部分，他说我感情线位置是偏高的，然后尾端有微微往上翘，是真的有往上翘。然后他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感情当中呢会有期待跟浪漫的一面，但是也会比较挑剔。然后就是往上翘呢，代表说我希望感情是走得很长远的，然后对关系有一定的控制欲。就有的时候你看这种东西，你会觉得就是他讲的就是对的，然后不是有一种心理学，就是说，他不管讲什么，你都会觉得是对的。讲这种星座啊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就有一点是这种感觉啦。然后在事业线的部分，他说我事业线不是特别明显，然后这样代表说我对事业有自己的理想，然后会走的可能不是那么典型的道路，像自由接案啊、创作、创业，这个为什么会那么准啊？就是现在就在做 YouTube 这个东西，那不就是完全讲对了吗？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有记忆，他就是知道我就是自由接案，然后他才讲出这种话？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所以不晓得是在胡乱还是真的，就是反正就看好玩的啦，就是看一个好玩，大家不要那么认真。所以看手相这个还蛮有趣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就是上传你的手掌的照片来看看它里面长得到底准不准。然后再来下一个第2个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用生辰看你的长相，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可以用这个西洋星盘，然后紫微斗数把它综合起来，让 ChatGPT 来预测你这个人的长相，听起来是不是超神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整个大吓到，但是呢，我发现就是 ChatGPT 不能算紫微斗数。我昨天试了一整天，它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紫微斗数算出来，后来我就是放弃了。但是呢，西洋星盘是超准，是极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玩这个用生辰算长相的功能的话，因为我们会用到这2个嘛，就西洋星盘跟紫微斗数，我建议你们可以直接到网络上面已经现成有的那种可以直接帮你算好的那种网站，先帮你做出那个结果。就是西洋星盘不是会有什么上升、月亮啊、太阳啊什么的，那些你就是用那些网站先算好再丢进来，因为如果你让他帮你算的话，我觉得错误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就是如果你用4O mini 的话，它的西洋星盘是极准，正确率100%。但是呢，这个紫微斗数不管我怎么算，大家看我左边这边一排哦，我昨天真的试了一整天，你看我试了多少次，紫微斗数没有一次准。没有一次准，就是跟那个网站上面算出来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是连1个都没有中，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不用试了，我已经把它试完了。就是紫微斗数，你不管用什么模型，不管你今天是用最强的推理模型O3啊、O4 mini、O4 mini high， 完全都不准。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紫微斗数里面的那个算法好像也有很多不同的派流，然后它有时候上网去查那个算法的时候，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会不一样。帮大家省时间，不用算紫微斗数了，西洋星盘可以。好，现在大家画面上面呢看到的是我用O4 mini 算西洋星盘，然后它这边就是帮我推理，然后算出我所有的什么月亮、太阳、水星、金星啊什么的。然后右边的部分呢是我用网站算出来的，所有的我的星座这样子，大家可以比对一下，基本上就是全中。除了那个角度好像是有一点落差，我知道角度落差是因为它后面的小数点太强了，它是真的全对，然后上升星座也是全对，我觉得已经算很厉害了。所以大家如果要算那个西洋星盘，还是可以用 ChatGPT，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O4 mini， 我记得是好像是付费才可以用吧，但是现在我发现付费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算的话，可以用这个。4O 的话就是最普通的那个模型，就还是会出错，我试过蛮多次，就还是会出错。所以保险起见呢，如果你没有付费，就是到网络上面去先算一下。好，那我们在网络上面算完之后，我们存下来可能会是一个 PDF 或者是一个图片之类的档案，我们就直接把它丢进来。
丢进来之后呢，一个紫微，然后一个西洋星盘嘛，然后下面的指令呢，我们就是写说，按照西洋星盘跟紫微斗数生成一张我的真实半身照，不参考图片。然后台湾人年轻5岁，这些都要写进去，因为如果你不说你是台湾人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西洋脸孔，就会不像。那为什么会讲就是年轻5岁？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测试过，如果你叫他生成30岁的话，他就给你40岁，所以我就想说，就直接叫他年轻5岁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他等一下生成出来到底像不像我？哦，好期待哦！有像吗？有像我吗？好像有一点像。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活泼，然后因为它好像内双吧，大家觉得像不像？在下面留言。反正这个就是还蛮好玩的，大家可以来玩玩看。就是他会用你那个星盘啊，然后紫微斗数那个气质帮你算一个你的长相这样子。好，然后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八字流年。八字流年可不可以用 ChatGPT 算呢？可以。而且还很准哦，就是我们刚才说紫微斗数不能算嘛，但是我发现八字流年是可以的，而且是极准哦，是准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大家看呢，这个左边是我用那个欧式 mini 算出来，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想要算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什么八字流年啊、西洋星盘，就是尽量用推理模型。4O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4O主要还是聊天为主。然后我用那个4O mini 算出来，就是真的是全中，就是大家看右边这边是我用网站上面算出来的，然后它这边就是我的4柱八字，就是中间这4个，中间这8个。就是跟它上面写的这8个是完全一样的。我那时候看到还蛮吓到的，就想说哇，原来它就是真的还蛮准的哦。然后我们的八字算完之后，它会对我们的流年嘛，然后它下面就开始写说今年2025年啊，然后是怎样的格局，然后跟我的那个八字它是怎样，是他说哦，对我的本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然后怎样有利，然后今年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啊，或者是走得顺不顺，或者是我的钱财、人际关系什么，他下面就是会解释给我听。我觉得算蛮准的，是真的算蛮准的。就是他下面写的，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有感了，已经非常有感了，所以大家赶快去算算看。我们来看一下要用什么指令哦。好，我今天的指令呢就是这一串，非常的简单，就是我的生日是西元几年几月几日，然后时间是多少，然后出生地是多少，出生地是哪里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他要算那个时区，然后帮我分析2025年的流年运势。然后我建议你是用欧式 mini 啦，我觉得 ChatGPT 真的可以付费用下去啊。如果你是用4O 的话，出错率就是会蛮高的，因为它就不是推理模型。然后你就把你这个叉上面的东西改成你自己的，然后送出之后就会得到我刚才那样子的结果。然后你也可以到网络上面去算一下那个八字，因为网站是最准的嘛，那你就可以比对一下，就是他算的那个八字是不是对的。那如果八字是对的话，你就可以往下面去看说你的那个流年运势，他怎么跟你讲，我自己觉得还蛮准的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去玩玩看。而且呢，这个流年运势你问完之后，你其实可以继续问，就例如说2025年适不适合换工作啊，或是2025年有没有适合的人会出现啊，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对象等等的，你就可以继续问下去哦。好，再来下一个呢，我自己也觉得超级惊讶、超级惊艳的一个功能，就是八字加 MBTI， 没有想到吧？八字竟然还可以配 MBTI 一起用哎！如果大家还不知道 MBTI 是什么的话，它就是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测个性、测你的特质，然后一个非常准的一个标准，然后里面都会有4个英文字，然后分别代表你的一些外向啊、内向啊，还有你的在工作上面你会用比较情感还是理性的方式去理解一件事情等等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八字配合这个 MBTI 来分析你的个性。那这边呢，我也是推荐大家用欧式 mini 啦。如果你没有付费的话，我会推荐你到网络上面先把你的八字算出来，然后再丢进来到那个4O里面去处理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有付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欧式 mini， 然后输入这一段指令。那这段指令呢，你输入进去就是把那个叉叉的地方改成你自己的。然后 MBTI 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测过，你也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测一下。然后你这样子把它丢出去之后呢，它就会用你的八字跟你 MBTI 这样子交叉，然后来分析你的个性。我跟你讲，准到爆，准到爆，比八字自己本身分析还要准。为什么？因为那个 MBTI 其实它就是已经是确定的一个东西。例如说你是内向外向，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天就改变一次的嘛，它就是固定的。所以你这样子分析起来，其实就是非常的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什么东西，好不好？好，他就说把这2个指数合在一起的话，我的八字里面是金比较多，然后常常可能会自我批判、追求完美。我超级追求完美，好不好？很恐怖。然后他就说我可以靠直觉还有情感滋养自己，还有疗愈自己方式，找到这样的方式，这样。然后他说，因为我的八字缺火，所以行动力跟热情常常需要靠外界点火。然后 INFP 又偏好慢慢观察，还有感受内心，所以常常会拖延。我就是拖延症，癌症末期。我就是，然后行动力需要靠外界点火，完全就是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点火的话，我通常就是待在家里，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
直到某件事情发生，我才会就是去推动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超级准的。然后建议我可以找一些轻松有趣的小目标。最近我在煮菜，最近我疯狂在煮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去看我煮菜，就是我都会把我煮菜的日常 po 到我的那个限动。煮菜真的超级疗愈的。而且我发现煮菜用 AI 超级好用的，大家如果想要听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就把那个煮菜的那个小技巧再拍成一部影片。我个人觉得很好看，就是煮菜用 AI 真的超级好，超级方便。好，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算命哦，我觉得它算得非常准，就是完全都有讲到，而且我觉得搭配 MBTI 又是另外一个境界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它真的可以看透，就是例如说你的拖延症啊，然后你平常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可以搭配一起来看，我觉得 OK。那当然呢，这个 MBTI 搭配八字呢，你也可以继续问下去。就是例如说，你想要问一些像刚才讲的感情啊、工作啊，或者是你的行动力、你的动机什么的。就是例如说，我发现我每天早上没有起床的动力，对于工作没有热情的话，要怎么办？那他可能就会针对你的八字和 MBTI 去结合分析，说你接下来可能会采取哪些动作，对你的未来会有帮助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讲塔罗牌的部分哦。塔罗牌其实可以应用的层面非常的广，从你早上起床呢，可能要出门之前抽1张啊，抽个3张什么的，或者是搭配我们刚才所有讲到的，例如说八字啊，然后什么 MBTI 什么的，你都可以一起来问。因为我觉得塔罗牌它比较像是一个引导，就它不是一个就是真的去算什么东西，它有点像是引导你这件事情，然后给你一个方向，这样有点像是心灵寄托一个慰藉的方式，帮助你找到说你未来几个月，又或者是你今天可能针对某个部分要比较小心啊什么之类的话呢，你就可以用接下来这个塔罗牌的部分来帮你算一下你今天的走势，或者针对某件事情会比较有方向啦。好，那塔罗牌的这个提示词呢，就是说，请帮我用塔罗牌占卜，该不该跟前任复合？这是一个例子。那你后面当然可以换成你自己的问题，又或者是你可能只是每天想要小抽1张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换成，例如说，每日运势占卜啊，或者是我今天该注意什么啊，你就直接这样子把它送出去。那这边呢，我会推荐，我觉得可能用4O 就够了，4O 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推理。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你还可以继续叫他用生成的方式帮你生成一张塔罗牌，而且它生成塔罗牌会非常的好看哦。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生成一张，帮我生成这3张塔罗牌，图片用木下风格。木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艺术家，他就是大家一定都看过他的风格啦。然后我很喜欢用他的风格来做塔罗牌，就是非常的梦幻，然后非常浪漫那种感觉。那同时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回答我们什么，就是我其实没有要跟前任复合，我只是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例子。那他下面呢就是给我们抽3张牌，其实你可以给他指定说，例如说你今天只需要1张的话，他就会只给你1张，但是预设他就是会给你3张牌。那它这边呢分别代表过去、现在跟未来，那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它里面写的到底准不准。那对于未来呢，你就可以稍微有一些方向，因为我觉得抽塔罗牌主要是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些不确定性嘛，那有这个塔罗牌让我们有一些心理依据，你就会走的比较肯定这样子。好，那现在呢，他就在帮我生成我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恋人、宝剑3跟命运之轮，就是这个风格就是木下的作画的风格。它上面还写中文字诶，虽然是简体。这些你都可以跟他指定一下，就是例如说你只想要英文，或者是你一定要繁体中文的话，你都可以跟他指定。这个风格还不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裁到？我发现 Plus 很容易裁到边边呢，你们会这样子吗？就是我之前用 Pro 都不会这样子，就是 Pro 的话，它都会给你整张图，然后 Plus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我觉得他故意想要割韭菜，就是希望你去买 Pro。不过这个效果是不错啦。就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生成的那个品质是真的有差，就是除了裁切之外，那个 Pro 的品质还是明显的比 Plus 还要好。对，就是几轮这样蹭下来之后，我的结论是这个样子。不过 Pro 是真的好贵啊，就是1个月6000块哎。你如果没有再用那个 Sora 影片生成的话，就有点浪费，对吧？所以我现在就是用 Plus 方案，不知道大家现在用什么方案？我上次有做一个那个试调啊，然后发现就是好像80%还是90%的人都是在用 ChatGPT， 我有点吓到。我想说，哇 ，ChatGPT 的市占率有那么高哦？我觉得是生成那一次，就是图片生成，大家发现非常好用之后，就是这一波真的带蛮多人进来的，而且我发现开始有很多人开始付费。那如果有付费的这些人呢，今天教的这些4O mini，大家就可以去用看看，就是算你的那个八字，算你的星盘，我觉得超准的。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算命就差不多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测下来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这一篇其实是先在 Instagram 上面先上那个短影音，然后就有很多人跟我说他算出来不准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就是有详细讲到那些不准的部分，而且我真的有实测，我真的测了1整天呢，就紫微斗数的部分。
所以紫微斗数呢，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这是紫微斗数太复杂，所以你还是要先到网络上面先用那种比较精确的网站去算一遍，再把它丢进来分析会比较好。紫微斗数有时候你自己看那个表，其实你看不出个所以然。那你请他分析，尤其是用逻辑模型去分析的话，其实就会效果很好。那比如说你再搭配 MBTI 啊，再搭配紫微斗数，其实它的用法还蛮广的。不管你今天是想要算你的感情，还是你的事业啊，或者是你想针对你的个性去做一些分析，然后看看哪一种生活形态或者哪一种工作最适合你的话，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不知道大家玩的开不开心？你觉得准不准？欢迎在下方留言，好不好？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取得懒人包的话，到 Instagram 去私讯我，记得要先订阅我的那个 Instagram 账号，然后再私讯我算命，然后我就会传那个懒人包给你。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要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